根据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个骆师傅如果先讲故事，收视率通常会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请骆师傅来讲一个有趣的希腊神话故事。话说呢，我们的宙斯呢色心又大起，他这次相中的目标是我们斯巴达国王的老婆蒂坦皇后。那这一次呢，他会觉得说每次都变一个美少年过去，好像有点太无趣了，所以他今天就变成什么？变成一只大天鹅，然后就跟我们的蒂坦皇后就竟然就神奇的在10个月后，让我们的蒂坦皇后呢生下了一颗蛋，而且这是一个双黄蛋。那生下来呢是一男一女。那这个女生呢是谁呢？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木马屠城记》的倾国美女海伦。那她的哥哥就是波吕克斯。好了，丽坦皇后跟自己的老公当然也有爱的结晶咯，也生了一个龙凤胎。女生呢叫做克莱廷，然后男生叫做卡斯托。这4个孩子呢都非常开心的，就是长大。那卡斯托跟我们的波吕克斯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但是他们跟他们亲戚关系就没那么好，然后产生一些争执，然后杀伐征战。结果卡斯托呢就很不幸的殒命了，因为海伦跟波吕克斯是宙斯的孩子，他们是半神人，可是克莱廷或卡斯托他们是凡人。波吕克斯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希望能够跟卡斯托一起长久的活着。于是呢，我们的宙斯就允许我们的卡斯托升到天上，陪着他的私生子波吕克斯。于是这就成了我们今天在天上看到的双子座。原来双子座就是一对兄弟。没错。怎么那么巧，跟我们今天讲的电影也有关系？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刚好讲的也是一个跟兄弟情有关的电影，叫做《沐浴之王》。中国的沐浴文化有数千年历史。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当然就是我们在礼拜3节目首播完之后，在礼拜4 Podcast 解封吧耳朵会有我们精彩完整的节目内容，请大家也不要错过收听哦。洗澡是哪个星座在管？洗澡是哪个星座在管？我觉得洗澡是你妈才在管的东西吧。洗澡是哪个星座在管？其实如果说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到就是进化或者是说身体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原则上是会跟金牛或者土象星座比较有关系。那如果说是洗澡，那真的它是进化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会跟处女座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关联。所以其实我们一般讲到自我进化或者是干净、洁癖、卫生管理，其实都会跟我们的处女会有很大的关系存在。其实我只是随便在那边问说，那个洗澡是哪个星座在管？原来骆师傅还能可以扯出这么一对，真是厉害！我很认真。对，那其实这个电影它的背景是澡堂啦，上海玉就是擦澡的那个但是这个电影其实讲的是跟兄弟有关。而且其实你会看，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它跟双子座神话其实有还蛮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哈。首先就是第一个，你看到整个电影它是一个很轻松细腻的一个喜剧的一个电影的呈现方式。那其实我们双子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不严肃，然后不会跟你太沉闷的一个星座能量。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兄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星座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会跟兄弟会有关。所以我们在占星学里面，我们双子座所管的那个宫位，我们又称为手足宫。那手足宫里面，除了管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外，也管什么？也管我们的姐妹，也管我们的死党，甚至管我们的小时候的玩伴。再加上，其实在这个里面穿插了一些所谓欺骗这件事情。没错。就是其实双子座我们一直也讲到他是恶作剧之神，那他也是谎言之神，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他会有很多无伤大雅的，或者说灵机应变之下挤出来的一些谎言，所以就也相较于就是我们天蝎座是我们已经计划周全的一个谎言，或者是有阴谋的。你为什么没事都要扯？你为什么没事都要扯天蝎座？好，我们不要提。但原则上，anyway， 就是整个戏这样子看下来，你觉得它就是满满的一个双子的能量在里面啦。沐浴之王双子座无误。好，那这2个男主角这双男主角，我觉得他们的角色性格也特别的有意思。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周东海开始说好了。周东海就是大哥。
周东海大哥。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他是什么？他是擦藻的技术的一个冠军，擦藻师傅。对，擦藻师傅。对，那其实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洗澡、沐浴、净化，这跟处女座有关系以外，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提到，双子其实它管的除了我们的呼吸系统跟呼吸的一个器官以外，其实也关系到我们的四肢。所以像我们之前在腿这里面提到的杨佑宁的角色，一个作家，或者是我们后来提到一些角色，其实都会发现说，其实双子座他很善于使用他的口才以外，也会善于他的手脚。所以其实你会看，我会觉得说，在这里面这个哥哥他的双子能量其实也是蛮强烈的。那当然你会提到说，他为了家人要卖掉澡堂，然后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因为其实双子的下一宫就是我们最重视家庭的巨蟹座，所以其实如果说他太阳双子，然后他的星盘坐落点有一些巨蟹的能量去影响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对于家人会比较义无反顾，或者是说用各种方法能成就家人的一个双子的一个类型，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总是双子一提到就是什么，就是渣男。你讲那个射手座是渣男哦。其实我们在讲到渣男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类型的渣男啊。其实渣男人每个星座都嘛有，那只是说一般我们会讲到什么我们讲到渣男，大家最容易想到就是什么双子啊、射手跟双鱼这三个星座会。前3名大家会比较容易看到，之后其实什么我跟你讲真的都会渣啦，就是什么巨蟹你不要看他也是会渣，狮子也会啊，只是说为什么大家一般会认为这3个星座会容易被抓揪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双子我们刚刚讲他就是讨厌无聊，然后喜欢新鲜，而且他会喜欢跟不同的人就是有心智上面的交流，那其实就是很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原则上就会容易让人家觉得有一个渣男的一个表现。那再来射手他会被认为渣男的原因是因为他很爱往外跑，然后他很喜欢自由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其实倒不是说射手他想要到处播种，那当然也是有道德沦丧的射手，他下半身是马。OK，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这个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因为对射手来说，爱情这件事情并不见得是他唯一觉得是重要的事情。OK， 那这个其实跟他的对宫双子座有一点点微妙的不同，就是双子他希望的是有更多跟人的交流、跟人的连接，可是射手他要的其实是跟不同事物的连接、不同领域学问的连接。那双鱼呢？首先是不太容易拒绝的人，然后第二个是其实他对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说对于人的一些美好的情绪，他很容易有那种渲染的感觉，然后分不清楚这个是对方对我的好感还是我对对方的好感，他只觉得我们现在关系很好，他不想要戳破这美好的一切。然后久而久之就会莫名其妙。那当然其实12星座的渣男特质也都有他各自有趣的地方，反正前3名就这3个，对，这3个就容易被抓阄，就对，其实也蛮衰的啦，其实。好吧，对啊，好，讲完了大哥周东海的星座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彭昱畅，也就是在里面演萧翔的这个角色。从他的表现上，我是不会觉得萧翔是什么样的星座？如果我们也在讲双子座，真的太无聊了哈。那其实有另外一个也跟玩乐其实有关系，而且他掌管的宫位也就是跟玩乐有关的，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狮子座。狮子座。对，因为其实我们狮子座，我们一直在讲他是一个国王啊，是一个舞台上的明星的这个形象。那其实狮子座他也掌管的是什么？是娱乐、游乐。为什么？因为在游乐中可以做自己。自己是在玩乐中的国王的，所以很容易有这种纨绔子弟的这种形象。那跟我们的双子的这种玩乐形象比较有一点点差别，是说双子是那种他对于那种流行资讯啊，或者是八卦会很敏感。可是像狮子他玩的东西可能就更大了，可能就是例如说在戏中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酒它假的，为什么假？它假在哪里？比较跟名贵虚荣品会有关系的，其实我们除了天秤座以外，其实狮子座也是会对这种名牌啊，然后或者是虚荣品、华贵的东西，会比较能够有清楚的掌握或比较有明显的兴趣的。萧翔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喜欢极限运动的，喜欢极限运动或冒险的这样子，也是跟狮子座或者是双子座有关吗？还是
我以为的射手座呢？它的确会跟射手、白羊还有宝瓶，也就是狮子座的对宫会有关系。尤其他喜欢的这个极限运动是从天而降的这件事情。那天空其实当然就是我们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掌管的领域嘛。那乌拉诺斯是哪个星座的守护神呢？就是我们的宝瓶座，也就是狮子座的对宫。所以如果他是一个狮子座，那如果说他命中会有这种曲折的际遇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太阳跟他对宫的宝瓶的某一个落点的行星形成了一个对分相。那对分的这种克相呢，原则上都会在暗示我们人生中会有某一些际遇是我们会接受到外来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它的刚好是连接在狮子跟宝瓶的这个议题上。所以这个萧翔这个角色让他更凸显的应该就是狮子座啦。对啊，而且你看他在最后他的那个爸爸的那个助理，就对他忠心耿耿的那个助理，其实最后他拿了他在抖音还是什么上面的那个影片视频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你爸爸在生前曾经讲了一句话，要成事首先你必须要喜欢，你必须要乐在其中。对，所以这其实也呼应了我们之前在讲男儿王是 you happy 我 happy 大家都 happy。 所以狮子座他掌管的一定要是快乐的，就是我快乐我做起来就爽，然后我做起来就能够展现自我。所以其实像我们在讲狮子掌管宫位除了玩乐以外，它也掌管了什么？就是自我的才华展现。因为你唯有在展现自我，展现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展现我在玩乐的时候，那个自我是最真实的，最能够表达我自己能量的。对，所以说真的就是你真的要做你喜欢的事，你做起来才会好。对啊，没错。既然那么快就把它讲完了，我们来聊一下别的话题好了。如果说要去3种澡堂，泰国浴、中式澡堂、日本温泉，我一定选择第3个日本温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洗澡它是一个放松，然后会是一个可以享受自己跟自己身体的时间，然后我会想要安静。我是你知道我宅男嘛，所以我就会喜欢就是自己好好的泡个澡，然后享受一下那个风景。那如果说我真的那么需要人家擦澡，我直接去SPA 或者是理疗就好了。如果是真的是洗澡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我会喜欢那种你不要吵我，就给我一池，然后跟一个风景，这样让我可以好好的泡个澡放松一下。你知道我最远泡温泉泡到哪里去？哪里？就阿拉斯加。所以是在雪地里面像猴子一样泡澡。在雪地里泡澡就好，没有猴子，好不好？就是在雪地里泡澡，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特殊。其实跟这种在雪地里泡澡，日本也有，但是在阿拉斯加又不一样。我跟你讲，我去过冰岛的蓝湖温泉泡过。那有比较那个吗？就是感觉很酷啊，对齁。对啊，你那边可以在那个温泉里面喝啤酒吗？可以啊。然后它是那个在湖中间，就是温泉中间的一家商店。对，它其实也是这样子吗？不是，它就是一个温泉啦，就是对，它就是一个，但是外面是冰天雪地。我们对啊，冰岛那边也是这样，很酷。好，而且它是蓝色的，很美。感觉很厉害。大家如果有去比较特殊的温泉去洗过的话，也欢迎留言在下面。附带一点，在片中不是那个中式擦澡那个吗？我在上海呢，曾经也去被擦澡过。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妙。很痛吗？还是怎样？不会很痛，不会很痛，但就是擦出一堆。森，对，台湾称之为森。对，那其他地方叫什么？请看电影就好了。被擦澡的感觉，前面刚开始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怎么擦，但擦到最后就是像那个电影里面演的，我还睡着了。对，就是其实是很舒服，然后擦完之后就觉得全身毛细孔被张开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去 SPA 馆做全身去角质的感觉啊。对，但是那个对不对？那个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氛围。对，因为在上海的那个澡堂里面，就是像电影里面看到那样子，也不是那么落后，但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要告一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要去哪里擦澡？不是，下次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就来下次再见面喽。拜，好，拜拜。